最近这个反性骚扰法令2022年通过了嘛，我们也争取了很久。当那一天这个法令通过的时候，我也不自由主的流了眼泪，不想流眼泪了，因为实在是很辛苦。因为当时我们自己也是打工妹嘛，放了工就跑到去组织里面去，甚至还自己去拟了一个草案提供给政府，这样的一个中一次两次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所以呢，一个人必须你要发声，因为这个社会呢，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冷冷淡淡的，不关我事的一个态度，保持沉默的话呢，我们这个社会永远没有进步。不管我们这些组织在那边多努力，人心的改变、刻板印象的改变，这些呢是很重要。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是3·8妇女节的前一天所以我们今天要趁着3·8妇女节来探讨我们的社会究竟对于性别平等还有性别意识是否有比以前更加进步呢？我们的社会是否也给妇女跟给男性一样同等的资源了呢？那么其实今年的国际妇女节的这个主题是投资女性加速进步英文的全名是 Invest in Women Accelerate Progress， 将资源更多投注在女性加快进步的步伐的这个意义那么其实我们人类的文明呢，它走到了2024年，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国家呢，女性还是遭受到很多的不平等那除了在职场上面，女性没有受到与男性一样的待遇，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有将近6亿的女性生活在冲突所影响的环境当中，面临很大的危险还有风险，包括了资源短缺、粮食不安全，还有性别暴力等等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呢，大约有 76.2% 的无偿照料的工作都是由女性承担。在马来西亚还有一些的法律对女性还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包括了我们看到了大马的女性公民在和海外的外籍配偶生下的孩子无法自动成为大马公民，而男性的这个公民呢，和海外的配偶生的孩子就可以自动成为公民。虽然这个法律呢，现在在国会当中也是在如火如荼的在修法当中，但是这个法律在没有修订完成的一天之前呢，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大马的女性呢，完全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受到真正的公平在历史上，女性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女性的朋友，她们很坚韧而且很温柔的一面不只为自己发声跟争取，也为很多的性少数族群来发声跟争取。我常常认为说在一个国家里面，如果女性没有受到完整的一个平等的对待的话，那么即使性少数族群的这个遭遇可能就不会更加的好所以我们的社会要如何更多的来进步，我们要如何来回应今年的国际妇女节的这样子的一个号召，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今天我们很高兴就邀请到了妇女行动协会 AWAM 的主席何玉玲，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来欢迎玉玲。能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今天见到你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是今年的这个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我们刚才有提到了那我相信其实你们对这个主题不晓得有一个怎么样子的感受，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聊，但是可以先请这个玉玲姐先来自我介绍一下，也介绍一下你们 AWAM 的这样的一个组织。AWAM 呢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是每个人知道的了它是在成立于1985年，就是已经是39年的历史了。当时我和其他大约有20多个女性呢，我们都是这个 AWAM 的 initiator 或者我们说 founding member 啦，创始者。所以当我们在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呢，没有市面上或者是说在外面呢是没有太多这样的独立的不受任何资源干扰的独立的 autonomous 的组织，妇女组织。所以呢，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些是从英国毕业回来，有些是美国或者澳洲、纽西兰以及本地的一些女性呢，对于这个课题有兴趣的女性，我们就凑在一起呢，就决定了说应该要成立一个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 AWAM 的组织只是很多人就问了，这里我倒想是谈一下AWAM 很多人说AWAM AWAM 那个 M， 可是我们的全名却是
All Women Action Society， 就是 S 嘛。所以人家讲为什么你会是个 AWAM 呢？你的缩写名是 AWAM， 可是你的全名是 AWAS， 因为呢当时的在那个社会背景下呢，政府呢筛选或者是批准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呢是很多把关呐。OK， 比较严格。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本来是叫 AWAM， 是因为那个 M 是属于 movement。它是 All Women Action Movement， okay. 可是呢，就可能因为这个字对他们来说敏感了，3年了，我们申请3年，最后到3年了之后呢，我们才被批准，所以呢，我们就用了那个名字 Society。可是因为AWAM已经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们的 brand name 了 ，OK， 所以我们就继续用 AWAM 这个缩写名了。所以39年了呢，所以我们当时呢拿起的这个课题呢，就是性暴力约会强奸家庭暴力这个性别暴力等的这样的这些议题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呢，39年了，我们以为说很多东西有做了改变，我们AWAM可能慢慢的就可以休息了可是没有想到呢，世界上很多不同的议题又跑出来，像刚才你说的这个 weather change 呢，以及这个战争、食物上的战争等等之类的无偿照料、无偿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让我们觉得我们继续要再更加加把力是有必要的啦。所以现在目前AWAM 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就是那个我们叫legal counseling 了提供咨询服务跟法律的。我们虽然不是正式有法律师在那边，不过我们是跟这个 Bar Council 律师工会的，他们雪兰莪跟这个维拉亚的吉隆坡的，他们有把这些就是学系中的这个 legal pupil 来我们这边学习，所以我们也就是跟他们配合，所以已经是至少有20多年了这样在这边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法律的信息了。当然39年来呢，我们一直也不停有做的一个项目呢，就我们叫做 Publ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那就是向公共呢展开这个先导以及这个提供培训或者训练，对于提高他们对这个性别这个议题的认识啦。所以在这边呢，当然AWAM跑了这些年，在早期的时候呢，是确实是不容易和政府那边有任何的交流，我们甚至要跟他们见面呢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在近期呢，因为这个大的政治局面有了改变，所以呢，我们也比较能够跟这个政府这边不同的部门，尤其是妇女部呢，有更近的一个关系，可以提供我们的这个资讯和我们的看法。刚刚其实玉玲姐你在介绍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原本的这个名字AWAS 它有着注意或者小心或者是一个警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但是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很像女性的权益也好，或者是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所遭受到一些的遭遇，即便是来到了今年2024年了，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部分，还有很多要争取。以前的问题跟现在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可不可以请玉玲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你觉得说，现在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民众跟过去比较，当然我相信一定是对女性是比较友善的，那可能也比较公平。但是是不是还是会有很多一些可能对于女性比较歧视性或者是不公平，你们现在正在争取的一些重点究竟是哪一些呢？当然30多年我们建国也60多年吧包括这个沙巴沙劳越1963年成为国家一分子的时候，这条道路呢是非常的艰难，又长也艰难。如果说没有一些进展也不对，事实上是有一些改变。这个改变呢可以谈一下比如说在法律面呢政府已经成立有致力的这个1994年家庭暴力。那这个家庭暴力在当时20多年前30多年前，当你说丈夫跟妻子打架的时候或者吵架骂架，丈夫呢施暴 OK， 我们一般上说这个是人家夫妻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插手。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对不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可是呢实际上呢，这个任何暴力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is a crime， OK？ 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已经一直的不停的把这个案件呢向政府提成备忘录，甚至也有向这个警局有提供我们的一些培训。在那一个时候，每次当我们去演讲的时候呢，很多的出席者都是这么认为，家庭是
不要管我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吗？有时候还是会这样子的，还是会有的。可是后来我们终于在1994年有了这个家庭暴力法，我们也知道说有了这个暴力法呢，如果甚至你是邻居，你听到这样的吵架的话，这样的殴打的话，你也必须挺身而出。如果你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有这个影响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这个警方，或者是有关的这个福利局啦。了解。所以在这边呢，它确实是有帮助到。当然，现在30多年了，20多年了，我们觉得这个法令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啦。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打电话去的时候呢，这个警方就不会马上回应。就像一些国家，澳洲的，他们是有特定单位处理这个东西的。OK， 电话一到，他们就会到那个家庭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呢。刚才谈到的这个，你也不知道最近这个反性骚扰法令2022年通过了嘛？这个法令我们也争取了很久。当那一天这个法令通过的时候，我也不自由主的流了眼泪。现在讲一下，我又想流眼泪了，因为实在是很辛苦。毕竟是争取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辛苦的过程吗？为什么在这个法令通过的时候，你会有这么大的感触？因为当时我们自己也是打工仔、打工妹嘛，放了工就跑到去组织里面去有了工作，不像现在当时我们是资源上也是比较缺乏，也没有请太多的员工，不像现在在非政府组织工作，好像就是一个非常能够保障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的一个收入来源。那时候我们很多都是 volunteer 义务的，自己本身我们也没有多少个律师，那时候来提供这方面的讨论。在个人方面呢，我那个心力交瘁，然后呢，你一次又一次的要求见面，然后把这个备忘录呈上去，跟我们的那个当时是法令，我们甚至还自己去拟了一个草案，提供给政府，因为他说他们没有时间嘛，所以我们做到那个部分，这样的一个状况，一次两次石沉大海。OK， 没有回应。是那现在换了政府之后，其实情况有比之前好一些吗？实际上呢，确实是说换政府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比较能够政府那边呢，他会比较和我们这些组织比较 responsive 回应比较大。OK， 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交谈，也甚至也在每一次呢，他们都有提供一些平台和我们交流了。这个尤其是在第一次有这个帕卡坦哈拉班政府的时候了，当时是嘎湾跟哈纳尤 ，OK， 他们是非常的。回应我们很多的一些谈论，也很愿意聆听。了解，但是我觉得聆听可能还是不够，是不是也要有付诸实行？对，那其实包括了刚刚其实玉玲姐你说的这个关于家庭暴力的问题暴力它是有明显的伤痕可以看到的，但是我们这几天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说，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在婚内被性侵的话，就是可能女性这个妻子她并不同意跟丈夫行房，但是如果丈夫他就是被逼迫的话，那其实在国外的定义这个叫做婚内性侵，但是在马来西亚似乎是没有法律是来禁止婚内性侵的。没有，你是对，在目前上是没有，所以我们叫做 marital rape。OK， 所以有些比较保守的组织呢，就说一这婚姻里面，男性和女性，OK， 女性呢是属于附属性的，附属的，所以她必须要附属于她的丈夫，所以好像她就有这个责任要去尽这个义务，所以她要尽这个责任这个义务来，只要丈夫要的话，随时随地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你都必须要给。可是我们是觉得这个不是丈夫只是伴侣。OK， they are partners。OK， 他不是你的仆人，他也不是你的性奴。OK， 你不应该这么处理的你这段感情。所以我们认为，当丈夫呢硬要霸王硬上弓的话呢，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暴力。OK， 它不是爱情，它也不是爱。OK，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就称它为这个行为是分类强奸呐，you know marital rape。可是有些组织保守一点的组织，他们不认为应该是这样，他们说纯粹就是一个不恰当的行为而已。所以就变成是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就是在婚内被强暴的时候，她
甚至要可能留下一些伤痕，才能够用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法案去对付她的这个婚内的丈夫哦。对，所以接下来你们也会不会也是针对这个婚内性侵这个部分，也继续来为女性来发声，或来做一些努力？我们曾经有做过类似的这个宣导和呼吁啦。不过反性骚扰法令通过了之后呢，我们也把我们的精力，现在目前在过去的这2年里面呢，都集中在讨论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件事情也很高兴的，也同时有相当多的这些企业公司呢都有联络我们来提供这方面的培训给他们的员工。所以呢目前我们的集中力是在这个反性骚扰。当然总体来说呢，我们也有提谈到这个period poverty， OK， 就是贫困也是的它带来的一个意义是什么。目前很多人很容易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困扰，尤其是女性，因为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受到种种的比较更多的这个压迫和这个压力。所以呢，我们也有谈到这个 mental health women and mental health， 就是妇女这个精神困扰的这些事情啦，也包括那个性骚扰的。我们也有谈到一些有关于这个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就是妇女参与政治的这个30%，以及说总体来说整个国家这个30%的这个参与决策层的这个行为，我们也有时不时也有对这方面呢提出我们的看法跟我们的宣导。是，那玉玲姐，其实你们真的关注的事情非常多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是怎么样子进入到了为了这个女权而这个奋斗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启蒙你要去加入这个奋斗？然后你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女性参与的够不够多？那你会如何来鼓励现在的女性一起来参与呢？当然我的这个启示呢是来自我的祖母，我的外祖母和我母亲，看到他们2个传统的女性的角色在家里面扮演的角色。当然我的外祖母她是缠脚的，all right， 所以当你小的时候，当你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说每次摸住她的小脚婆婆你的脚为什么这么小整个变形了，很可怕啦，你不觉得痛吗？当然她讲傻女孩一定是痛的嘛，怎么会不痛呢 ？OK， 但为什么你要缠呢？我有什么办法？我为什么不缠？我没有办法。OK， 所以当然他不太愿意想他那一段事情，所以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没有想过那些。当然同时也看到我的母亲是家里面起身最早的最迟睡觉的一个人，家务都是他一个人在处理着。可是我的父亲也很勤劳的一个男人他完全是一个非常顾家，可是他是处理外面的事务。所以我家里面呢大大小小，那时候呢包括我们家里面有点贫穷，那个我们的校服呢都是大姐穿的到二姐，二姐穿的到我，所以到我的时候呢都已经有这边补了那边补了。可是我母亲的裁缝手法是非常的灵巧，所以呢补了虽然是很难看，可是很工整。现在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补了一件衣服，那个补的方法就是像我母亲，所以我抚摸着那个补的那个我就想到妈妈。OK，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看到了，然后呢我就到了英国。父亲是工作很辛苦，可是呢他时常都是说要让我们女生呢自力更生所以呢要受教育，虽然他不是很有钱，他就把我们3个女生送到去英国。你要知道那个时候送到英国去读书，那个费用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在那个英国期间呢，我就有受到的去了这个学生运动当然也在学生运动中遇到了我的伴侣，我现在的先生。 OK， 所以那一段时期呢确实是我说我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OK， 从那边呢我就有了很多的一个思考思维，很多反思反问，也开始想到了我的外祖母跟我母亲，然后还有其他众多的妇女的传统的角色，所以就开始提出疑问。所以我可以说我的那个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就是那个时候呢慢慢被培养起来的。所以到了回国之后呢，也因为这个思维一直跟着自己，也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嘛，譬如说在槟城的 WCC Women's Center for Change 的那个执行长
也是我们那个时期的 Persada Wanita 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当时认识的朋友，还有 Maria Chin、Abdullah，OK，也是我们那个说英国学生运动时代的的同伴，都是那段时间的同伴。对，所以这些呢就一直引导着我。当然我有在不同的公司工作过啊，在商业公司，也在NGO， 所以我有这两方面的这个经验。可是到最后呢，我还是又跑回去这个组织，这种非政府组织，总是觉得好像东西没完成。有一个使命感在那边。是，所以当然到现在，我已经68岁了，OK， 也将要进70大关。不过我在想着说，应该是要让位了，因为我也看到现在的年轻者的那个要求他们在工作上，因为这个 IT 这种科技的发现，这个生活的步骤越来越快，所以他们在应付这样的一个步骤的时候呢，确实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才有那个所谓的 mental health and women and mental health 的这个议题，我们要探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如果能够的话，在他们的工作范围里面，能够提供针对社会议题或者是妇女议题可以扮演那个角色。例如他如果在公司里面，公司目前没有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机制这个 mechanism 的话，或者这样的一个政策，他们可以提出来或者甚至如果是在每天日常生活有遇到一些令他们不舒服的这种性骚扰的语言，他们也可以提出来。然后呢，如果公司里面不受理，他们也可以向我们这些组织讨论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协助公司呢，把这样的一个机制，把这样的一个醒觉力提高起来，是吧？所以这个也是这些年轻朋友可以做的。听到了玉玲姐你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啊，我真的也想要鼓励所有的年轻朋友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对于性别平权已经是足够以重视了啊，大家的权利都已经很平等，还没有，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参与进来包括了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令上面，在我刚才开场的时候有提到嘛，这个在法律上面的一个不公平特别是对于本国的女性公民与外国的男子结婚之后，孩子没有办法自动成为公民这件事情，那不晓得AWAM这个组织是否也有去关注到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当然在我们目前呢，因为已经是有好几个组织在领导着这个议题，他们都是受害者就是那个 Family Frontier。OK， 公民证的这个情况非常清楚。目前这个法令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法令，歧视性的法令，就是很歧视性。公民男性是马来西亚公民，他的妻子呢是外籍的，而他的孩子可以自动成为公民。如果反之，你是一个马来西亚女性公民，而你的外籍丈夫，你们所生的孩子不能够，所以这是很明显打住看到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凡是人，你一看这个课题，你就知道是完全不公平的。所以政府是必须要去朝这方面去做这个努力。可是很遗憾的，当他们在探讨这个法令的时候呢，他们又丢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就是说，如果是被遗弃的孩子，或者是未婚先生的孩子没有取到任何的身份证之类的，他们也就不能够自动成为公民。所以我们就哗然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朋友们，我们是完全支持修改这个法令。可是他修改这个法令近期呢，他们又丢出这样的一个突然间跑出来的一个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不会，因为我们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无国籍的孩子在我们的国家，就是 stateless children。可是你的这个做法，你不但会增加了马来西亚本地的原来的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未婚生子的这些情况，所以呢，你会让他们无所适从。当你没有了这个公民权，你根本就是一个隐形人嘛，在这个国家，你完全你的就业、你的教育等等之类的，甚至包括租房子，你可能都不容易去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完全不公平的啦。就是令人觉得蛮匪夷所思的。是。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玉玲姐，我也想要跟你讨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这个大企业公司上市的公司，它规定说董事里面要多少比例的女性或者是在政坛里面其实国际社会也一直在讨论说可能国会里面要有多少的政治人物的比例是女性。其实我一直很怀疑
这个比例女性比例的增加，真的就能够达到这个对于女性的平等吗？玉玲姐你怎么看？是，其实这个 30% quota 啊，为什么是30而不是40，又不是50呢？来，这里是它有几个因素的。第一呢，根据一些研究啦，在一个单位里面，我们有听过2080 decision making，right？所以呢，20% 的人的决策，它可以影响整个公司。国家等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一个国际上的探讨研究说，30% 会起一个关键性的作用。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一来你就说我要50-60%，那一个反弹会很大。OK， 对不对？所以呢，它30% 一般上来讲，好像可以接受。当然，还有一个实际上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刻，那一个时候他被提出的时候，没有很多妇女她能够真正的拿起这个决策的这个身份，或者有那个能力，或者是那个思维，或者那个格局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它是一个渐进性的30%，我们慢慢的做一些培训，然后一些辅权 empowerment 的一些 program。当然，这个东西呢，30% 呢，它不是永久性的它不像在我国，当我们说。Bumiputra 30%，all right， 它那个呢，国家所提出那个呢，是它含有很多这个种族色彩以及单亲者的一些power retention。可是在这里呢，这个 30% 它是有这个渐进性的，我们不是永久，就是一辈子每个人一辈子或者100年、300年，永远是的，就是这个比例，它是一个比例，它是一个引导性的一个目标了。所以呢，很多人就以为，哎呀，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同样的，我们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种族，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被边缘化的社群我们都是要有一个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那边。OK， 所以现在我们不是渐进式的target 针对性的来对我们的 B40 吗进行一些协助吗？所以它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了解，我一直觉得说，不管是比例如何，30% 也好，或者是50%也好它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比例上面，应该还有更多的教育。因为老实说，我过去也经历过一些女性的主管她不一定真的对女生的更好，对不对？有时候她可能更 favor 给男生，对男性更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人数比例是要增加，但是教育也要加强其实玉玲姐，我想要请问你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女性平权的或者性别平权的这个工作上面奋斗了这么久你觉得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够快吗？我直接问好了，你觉得现在在家庭里面重男轻女的这个情况还算严重吗？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有，因为除了我们在立法方面有做那些规范的时候，可是呢，实际上最难改的是什么？人心，人的思维，人的刻板印象。人的保守看法，这些呢，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都会出现着。我很简单，当你看到社团大团拜的时候啦，他们拍那个相片，你去看一下，因为我很注意这个事情，你一看一下，男生都坐在最前排，你如果有找到2-3个女生，你算你幸运了，是不是？是这个。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也知道，家庭里面一般上啦，都是谁在厨房里面处理事务呢？都是女生女生吧OK， 可是呢，你去看到酒店餐馆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当我说这个词汇的时候呢，医生，你先想到男生多还是女生很不幸的男生，对不对 ？OK， 这都是很对，这是刻板印象。可是实际上那个数目字也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也说是飞机师，男生还是女生，你想到男生，对不对？可是我是说幼稚园老师。女生女生，中学老师女生，大学老师男生多还是女生多？男生，然后呢，大学校长男生都是女生，男生，这个就很简单了嘛，你就告诉我听了嘛。那可是呢，当我也说董事局啦，任何一个公司的董事局啦 ，OK， 不管它是挂牌公司、中小型企业。男生多还是女生多？都是男性居多嘛，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决策层我们这个30% 苦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刻板印象啊，还有对于这个性别的一种区别对待，所以就会造成在职业上面你会看到这个男女性的比例的一个失调嘛。对，所以哇，其实真的就是努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因为科技的崛起啦，我们也发现到有好多我们的年轻的女性她们可以做 freelancing，马上就是自己做老板，OK 自拍，我就上网了，我就自己做老板，我就有流量了，我就可以了。不像过去的时候呢，你必须有资本，你必须有很大的人脉，你必须要有这个产地来做一个什么像样一点的生意。所以我们很常看到年轻的可能是29岁、35岁，他们就已经是 CEO 了，而这些是新兴的一个企业，在下个星期就有相当多的活动。我一看很多都是年轻的，OK 已经是什么 director 了 CEO 了，所以我都很有兴趣想了解他们的。就像我们在场的你的团队里面是 OK 都有很可能就马上可以脱颖而出，成为自己的主人 OK，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科技的崛起确实也是有一个帮助啦。是，那么其实玉玲姐，我们应该如何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去实践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还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每一个人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很简单就是第一，当你看到不平不公的事件的时候，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的时候，你必须挺身而出。当然，当我挺身而出的话呢，也不是说鲁莽的发生，因为如果当时那个情况是对你的人身安全是不利的话，你可以不必马上站出来，或者你就是静悄悄把它拍了下来，或者是马上打电话给有关的警方。因为关于这样的事情呢，我都有跟我当时我的家庭帮工我叫他是domestic helper，我不会叫他女佣人是一个过气的一种词汇，所以我也跟他说。他如果看到他的同伴他们有受到雇主的性骚扰或者不公，你就把我的组织的电话给了他们，然后说我都会这样。所以呢，一个人必须你要发声，因为这个社会呢，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冷冷淡淡的，不关我事的一个态度，保持沉默的话呢，我们这个社会永远没有进步。不管我们这些组织在那边多努力的话呢，他也不会，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人心的改变、刻板印象的改变，这些呢是很重要。不过我也必须说是有一点改变，比如。在多年前，当我们每次去演讲的时候，性暴力强暴、强奸的事情，当我们说这个强暴的成因不是因为这个女生的穿着的暴露，因为我们也看到有10岁的小女童被性侵。Alright， 也包括有80岁的老妇女也被性侵。Alright， 而我们也看到的是穿得很密实的回教的女性朋友，她也被性侵，根本跟她的衣着完全没有关系。可是那个时候呢，20、30年前呢，当你这么说，他们讲不会的，一定就是他们呢晚上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要穿那么性感的衣服？他们都会把他归咎检讨受害者，对，所以实际上这个是这个暴力它其中的因素，也就是这个我们叫 power relationship，OK，权力不对等的一个比例。如果你看statistic。这些女性都有被性侵 ，OK，所以呢，也包括当然不要说家庭传统观念还有家庭伦理，父亲也去性侵自己的女儿，你们都会觉得不可能，不是穿衣服，不是那个衣着的问题而已，你们都会认同了，对不对？其实今天跟玉玲姐谈完话之后呢，我真的是觉得说非常的感慨我们本来以为这个改变的这个幅度很大，但是这回头看我们马来西亚这个立国60年以来，似乎我们的改变只走出了小小的一步但是可能我们也要就是提醒执政者或者是当朝的官员们就是其实你看到全世界各地进步的国家呢，越进步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两性平权或者是性别平权是做得越好的所以不要说我们要先顾好经济才来顾人权你如果没有顾好人权跟你的制度改革的话，你的经济是不会好起来的。可是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不同意，因为很多时刻我们说先做了这个才做的，可是为什么不能够同时进行呢？对，一定要同时进行因为不要忘记当然这句话妇女能顶半天半边天，对不对？可是在马来西亚也同样的吗？妇女
的这个人口跟男性人口，它差不多是45% 的一个比例嘛。然后这个劳动力的参与也差不多是接近相当近的一个幅度嘛。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啊。是，所以呢，当你要起经济的时候呢，你必须动员全民。是动员全民，全民是谁呢？全民就是包括男性和女性，是也甚至包括我们那些边缘化的移工啊，或者性少数族群，对呀，是，所以他必须是动员全民的，是对，所以我才说，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动起来，要能够进步，真的是必须要先达到了我们的性别平等对所有的这个族群，对所有的性别都公平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打致一个国家的进步还有繁荣。那今天非常谢谢玉玲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谢谢。那也祝你这个妇女节快乐，也祝大家，不是只是祝我女性哈，我祝我们在家大家呢听众哈都有一个愉快的妇女节。可是在庆祝妇女节之余哈也不要忘记还有很多人没有能够像我们这么的幸福快乐 OK， 能够享有一些很好的资源啊，有饭吃 OK， 然后有很好的一个住宅。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记住这些不幸的人群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呢，去扮演我们的角色，去帮助他们。好，非常谢谢云玲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正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